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 Jermaine。今天我身后的这两台车啊，大家从封面、从标题应该也都可以看得出了。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 Denza 的 Z9 GT， 已经有在马来西亚 preview 过了。不过当时候的那辆车还算是一个工程车的状态，还不是那么的完整。刚刚Denza 马来西亚的负责人也有给我们宣布，这个 Z9 GT 就会在下个月7月份正式在本地进行一个 launching。那么我现在就在这个中国的郑州这边 BYD 他们自己的一个 test track 啦，所以我们等下预计会用这个 Z9 GT 做蛮多的事情，除了会做一些 drifting， 会做一些在 track 实测它的零百加速、减速等等。其实关于这个 Z9 GT， 我们也会做非常仔细、非常全面的这个测试，并且现在我们这一批马来西亚媒体，甚至比中国当地还要早首批试驾到这个最新的 Z9 GT 的一个国家啦。所以由此可见，Denza 马来西亚应该是对这个 Z9 GT 抱有很大的抱负、很期待。那么在影片接下去之前记得要先把 Rider ATS 这个频道关注起来。除了这个 Z9 GT 的影片以外，我们同样也会更新一系列文章的内容等等。正式发布过后，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这个 Z9 GT 的更进一步的一些消息。影片开始前，就要为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前后双摄的行车记录器，就是来自70迈的 A810 Lite， 还有 4G Hardwire Kit。A810 Lite 呢，具备高清前后双摄镜头，不管是在白天日常行驶的情况下，还是来到晚上的情况呢，它拍摄下来的画面呢是特别的清晰。这个 A810 Lite 呢，它内置的这个电池是超级电容电池 Super Capacitor Battery。这个 4G Hardwire Kit 呢，不管是开到天涯海角，只要打开手机的70迈的软件呢，就可以查看当下的实时位置。除此之外，24小时 parking 监控它都具备。点击这个影片的左下角就可以查看价钱了啦。身为 YouTube Shopping Star， 我们 Rider ATS 频道跟 YouTube 就有联手为大家带来非常好康的 Shopping Voucher。只要点击影片左下角这个框框呢，就可以到 Shopee 上面使用我们的 Rider ATS Voucher 购买全新70迈产品了啦。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要内容啦 ，Let's go！首先来带大家大致的看一下这个 Z9 GT 的外观啦。可以看到，我觉得它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它是目前马来西亚市场上非常少见的 Shooting Brake， 官方是叫它 GT 啦。不过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猎装车、wagon 旅行车的那种设计样子。整个车头非常长看起来就很有那种后轮驱动车的样子啦。一系列的欧系车、德系车等等都好，都是类似这样的设计语言，把整个车身拉到更加修长。不过其实前面是有 front 的，所以你只要讲实用性的话，当然还是有啦，并不只是为造型去做妥协。然后这个车头灯的样式可以看到是做了这种两段式2层的一个设计，这样子的这个设计语言，我觉得看起来确实是很原创。我觉得 Denza 未来也可以把它的sedan车，甚至是像这样子的wagon车、hatchback 等等，都可以运用回这个设计语言我觉得是很成功的。从正脸看过去也确实蛮好看，你也不会觉得它有像别家的那个影子在啦。这点是我觉得 Denza 这次的设计确实做到还蛮成功的。车侧的话，这个轮圈可以看到是采用一个20寸，同样非常的宽，宽度是来到255，几乎在原装的情况之下，几乎就已经可以跟你的这个 Fender 做到一个齐平的效果。视觉感受来讲，当然它更加好看，不过其实它也有蛮多的这个实用性。这个等下试驾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认真的聊一下啦。这个轮圈设计样式同样，它也不像是传统的电动车，不会有太多把它遮罩起来的面积，所以也没有太多那种为续航做妥协的感觉。然后这个 brake 盘的话，可以看到原装就是带有打孔，这个我相信应该也会延续到本地。同样 caliper 非常大一个，因为这个 Z9 GT 的动力真的是非常的夸张，所以这个刹车表现同样也要跟得上啦。车侧的话可以看到是一个 frameless， 轴距的话拉远看的话，其实很明显它真的是非常长的一个尺寸。后轮的话，现场展示的这一台就还是搭载这255的宽度，未来引进本地市场的，我不懂会不会再进一步加宽啦。不过我其实是希望可以再宽一点点，会更加有安全感这辆车驾起来。虽然我现在还没有驾到啦，不过你以这个纸上数据来讲的话，1100多的马力，1200的这个 torque 是真的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一般人讲真的，我觉得很难驾驭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啦。那么动力等下才来跟大家深入聊。外形的话，这个车尾个人觉得也是 Z9 GT 的一个亮点，就是这个类似 wagon 的那个感觉。这整个 C 皮类的线条其实也是相当的好看。再来这个电动可升降的尾翼 ，Z9 GT 同样是有搭载上。尾灯组的话，这个造型同样也是跟车头有做到一个类似呼应的感觉啦，分成2段，亮起来的效果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从车尾看去还蛮有辨识度的。虽然少了现在所流行的那个贯穿式车尾灯，不过我觉得反
反而这样子的设计语言会更有自己的一个味道啦。如果你就是一条横线过的话，蛮多车都是这样嘛。然后现场展示的这辆可以看到，目前是一个右驾版本的车型，所以我相信整个 spec 啦，应该都是会无限接近于未来本地会发布的那个版本。所以就像我刚刚所讲到的一样，马来西亚市场也是少数可以抢先试驾到这个 Z9 GT 的。后尾箱空间的话，我觉得就比较可惜啊，因为这个 Z9 GT 的后面可能需要放置一些 suspension 等等，所以它的这个空间左右被吃掉了蛮多，电池可能也会占掉一点空间，地台高度会比较高，也没有办法延伸到很深啦。车内的话，第一眼首先我发现到的就是3片这个大屏幕啦，中间这个 infotainment system 很大以外，主驾的这片同样是你的这个 digital meter， 重点是副驾这次也会有一个荧幕啊，这一点呢，据说未来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版本同样也是会被延续下来。然后这个 Z9 GT 应该也会是马来西亚目前唯一一个拥有副驾娱乐主机屏幕的一台车型。物理按键的话 ，Z9 GT 依旧保留了蛮多这些我相信是实用性的配置，包括到这个 DSAS 没有错，这个 Z9 GT 是拥有 Air Suspension 这些配置，同样等下再来跟大家深入的聊一下啦。这个内装配色的话，它是采用白色，还有这个木纹，据官方所说是真的木啊，它不是Plastic 饰板来的啦。这个内装配色的话，中国的版本是有提供3种，我相信更加符合 Malaysian 口味的，应该会是隔壁那台全黑色的，它的这个座椅材质会换成 Suede， 就是我们俗称类似 Alcantara 的那个材质，这样子的一个质感啦。那么讲到质感，这个 Z9 GT 毕竟作为 BYD 的一个旗舰型的品牌产品，这些 build quality 来讲，我觉得真的是有做到位，你没有办法感觉到很多那种很单薄的感觉啊，包括到这些开关的质感，这些细节慢开慢关的这些设计，都是让它有那种贵的感觉的。往往就是这些细节来决定成败。这边也有类似一个冰箱的感觉。那么后尾箱除了有电动开启跟关闭以外，同样采用了一种我觉得是真正让你做到 hands free。就如果你的双手是需要拿着东西，需要开关尾箱的话，这个 Z9 GT 会做一个投影在地上，然后你的脚只需要去踩那个投影的话，就可以做到这个尾箱的开启以及关闭。这一点对于你真的是双手拿着重物需要放上你的这个后尾箱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实用的配置啦。这辆全黑色的话，就是用上一个全黑的内装，设计风格啦，就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黑色以及黄色这个缝线，所以这个运动感、运动的氛围更加的强烈啦。我觉得两个设计语言就是白色、褐色的，就更加偏向那种 luxury 的感觉，而这个黑黄色，单单坐进这个座舱，你就可以感觉得到那个战斗的氛围了。后座空间的话，其实讲真还蛮不错一下的，因为这个轴距硬件上面怎样都是那么优秀了嘛，所以这个腿部空间来讲的话，真的是蛮不错。头顶空间同样也可以看到，即使作为一个 shooting brake， 头部空间也没有被牺牲掉太多，更多的是我觉得 Denza 在一些设计上面做了巧思。这个 C pillar 可能是过了头顶才开始做一个倾斜，整个后排的乘坐表现来讲，我觉得肯定算得上是优秀以上的。动力数据、科技数据的话，这个 Z9 GT 可以讲是直接把 BYD 所有最新最强的东西都堆到满了。先来讲动力配置部分吧，这个 Z9 GT 是搭载这3电机，前面一个电机，后面2个轮分别由2个电机来进行驱动，马力的输出1100多 PS， 然后扭力的输出是1200多个 Nm torque， 4位数的这个马力跟扭力，讲真的我是理解不到，放在一台汽油车的身上，可能真的要去到 Hypercar 才可以买得到这个动力数据，所以这点等下我也会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这个1000多 PS 的动力到底是怎么样。再来一些黑科技方面的话，后轮刚刚我有讲到嘛，2个电机来驱动，所以这个 Z9 GT 的驱动方式我相信会偏后轮多一点点，所以在操控性上来讲的话更加好。再来这2个摩托是分别独立驱动的，所以我相信后轮的这2个马达就可以做到于类似一个 LSD 的感觉，在可能 cornering 的时候会更加好。同样我也非常期待等下的这个实测表现。再来这个 Z9 GT 的后轮同样是搭载这后轮转向，所以对于一个轴距那么长的车，车身尺寸也那么长的车来讲，后轮转向真的是一个非常必要的配置。对于你在做一些 U turn 的时候，你的 turning radius 会更加的优秀啦，让你开着一台那么大的车型的车，你都不会觉得它太过负担。跟所有的 BYD 家族车型都一样，电池的排列方式也是采用 Seal to Body。简单来讲，讲人话就是把电池在设计 platform 之初也作为它的车身的一部分考虑进去。所以其实在空间的运用方面来讲的话，你就不会觉得电池布置的位置啦会吃掉太多它的这个空间。当然以一个电动车的标准来讲的话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消费者也确实可以体验得到，电池在不吃掉太多空间的情况之下，尽量把车内的空间做到最大化。因为这个 Denza Z9 GT 它一开始研发的时候就是以 EV 一个纯电动车为主，所以所有这些空间的布局，我觉得都算是相当的合理啊。如果你是有
试过那种所谓的油改电的车，你就应该会明白我在讲什么东西了。然后这个充电效率的话也是非常的恐怖啊！如果你把这个 Z9 GT 的功率都用满的话，它的10到97%只需要9分钟，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超级无敌快充。马来西亚的充电桩是否可以提供那么高的这个充电功率？这个也是我觉得设施也好，政府的这些政策等等都好，都要跟得上。电动车在本地才会有一些可持续性的发展，更加大的一些优势。大致的看完这个静态的 Z9 GT， 接下来就带大家去把它开起来，真正来感受下这个1000多匹的恐怖在哪里。再来所有这些转向方面的黑科技，这个 Z9 GT 是不是真正的一台 GT， 给到人既快，同样又要保证舒适性的那个表现？我刚才试了这个 Slalom 过后嘞总结我的整个体验来讲，这个 Z9 GT 它的 body control 做到确实是不错，这个我觉得蛮大，都是靠着那个 D-SAS。再来这个减速性方面其实也是 OK 的，总体来讲它的 brake 是 OK， 然后这个车身的控制我觉得也是 OK 的。不过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你要推到那么极限的情况之下，当然你换一个更加宽的打压，我觉得会 OK 啦。几个弯来讲呢，我觉得其实主要就是它的这个打压空。我觉得主要就是它的这个轮胎抓不住这个1000多匹的马力了。再来还有一个我 feel 到的功能，就是你在转弯的时候，那个座椅其实是会跟着你的这个 G4 去来包着你，尽量让你的这个车内的驾驶员侧倾感觉到没那么严重。起步的时候，它翘头确实是有点够力，因为1000多匹的马力。再来就是在车内，其实你感觉不到太多的这些 body roll 等等啦，都整体驾驶起来，即使在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你还是会感觉到比较有信心的。OK，so 刚刚我就已经去试了这个 Z9 GT， 它在这个 track 的一些表现，就如刚刚我在 Slalom 的时候有试到的那样，同样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快的车，这点毋庸置疑。再来的话，其实它的 handling 讲真的是 OK， 很大程度它有这个后轮转向、air suspension 等等，可以蛮大的掩盖掉它的这个车身重，我觉得算是操控上面的一个缺点啦。这个 Z9 GT 我们在推到比较 limit 的情况之下，你才感受得到它的这个车重。不过我相信大家如果平时是在马路上、在公路上面用的话，绝对会觉得这个 Z9 GT 是一台非常好开的车，算是小型的 track 啦。我的 top speed 去到了接近180，只论这个马力在公路上面用的话，肯定它是 more than enough 啦，非常的足够了。不过我在试了 track 过后，反而会比较担心，就是这个1000多匹的马力，真的在马来西亚发布的话，大家真的还是要小心开车啦。虽然你有1000匹，不过你不一定是无时无刻都要把它用出来的啦。要说刚刚我也体验完了这个 Denza Z9 GT 它的这个漂移模式明显啦，就是在一个湿地上面进行一个简单的漂移。所以其实这个 section 来讲，我觉得更多像是偏向娱乐性啦。毕竟在漂移，我们也不太可能去 push 这台车的极限。不过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个 Z9 GT， 其实它提供了非常多种的这个驾驶模式，包括到漂移的话，它也有专属的自己一个模式 ，traction control， 你的这个动力的输出、动力的分配，在这个模式之下就会帮你智能的去调整好了。当然不是叫你在马路上面开漂移模式啦，所以就至少它有这样子的功能，有这样子的一个玩法可以去给你体验一下啦。那么现在从这个天气大家也看得出，也是傍晚了，所以就算是结束了这一整天对于这个 Denza Z9 GT 的一个实测。Denza Malaysia 的安排确实是非常的好啊，让我们 media 从各个方面都可以体验到，无论是一般的加速、减速、Slalom 这个 Death Track 里面，其实我觉得我都算是很深入的了解到这个 Denza Z9 GT。就我总结而言，它是一款很暴力的车，并且拥有一个很高级的质感。所以作为一台 GT 车，我觉得它首先绝对是合格的，又有力又舒服。再来你要拿它去做一些很极限的激烈的操驾，我觉得它都是可以做得到的。我觉得这个 Denza Z9 GT 就真的是一台很全方位的车啦，算是我真正意义上在马来西亚的 market 里面试到真正的6边形张式，各方面都很均衡，非常的全面。这一集影片可能会有点长那么都看到这里了，免费的订阅跟赞记得赶紧帮我把它按下去啦。订阅 Rider ATS 之后才不会错过一系列这个 Denza Z9 GT 的更多消息，以及更多的一些新车发布新闻啦。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 J-Man，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拜。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live,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